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我买的华为 MatePad 11.5S 灵动版也到了小半个月了，期间买的3代的新产品以及第三方的键盘套装也都到了。至于为啥买官方笔然后配第三方键盘，我认为毕竟买的是灵动版嘛，要是全套华为原装，那下来基本上也得大3000了，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太大必要。我认为笔可以买原装的，获得最好的电视表现，而键盘不是这块平板的一个着重点，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套，不算第三方的键盘，我们这样灵动版加3代笔是2262就还行。配置方面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可以说是很差的一个水平。不过华为的优化是很强的，今天我将从它的实际体验出发来告诉你它值不值得买，适不适合你。那么记得点收藏转发，我们这就开始。首先不要有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，你买这个就不是为了性能，要性能还是直接冲我米的6 Pro， 价格低，而且性能断层领先。买华为平板，你需要在意的是日常的体验、绘画、记笔记以及生态。这点我们需要先统一一下思想，先讲一下基础的配置。它搭载了麒麟的9000WM， 跑分是61万。话说我的10 Pro 都在这之上啊 ！LCD 屏幕2800×1084，屏幕密度是400 PPI， 像素密度是291 PPI， 没有杜比世界。屏幕的体验我个人感觉过得去。我们现在来和小米平板 6S Pro 来做一个不公平的对比，来看一下它们的这个区别。来看一下这个 HDR 视频的一个显示效果。靠，差的这么大！这个还是小米的更接近人眼一点哈。信号方面它是差很多的。电池8800毫安，机身重量510克 ，WiFi 6，蓝牙5.2，这基本上就是它的全部参数了。补充一下，它还砍掉了后摄的一个补光灯，这个我觉得有点过了啊。这个东西应该是增加不了多少成本，其他硬件层面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我想你们也不太关心这个，所以我们就快速略过。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实际的体验。就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些小应用而言，如果你不是一位会经常清理后台的人，那么你几乎就是会100%遇到应用打开稍微卡顿掉帧的情况，这应该是大家都会有的预期，这个就不展开了。而且因为目前是新机，也会碰到一些显示 bug、调校 bug 之类的。但如果你和我老婆一样，就日常看看视频，也不会高频打开好几个 APP， 那么你应该不太会感觉到卡。这是我老婆作为女孩子的一个结论。但如果你会看高画质的视频，你还是会遇到平板发热的情况。现在已经看这个 4K 的一个 HDR 的视频看了一会儿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它背后的一个温度啊，它主要集中在镜头的这一块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边最高温度是36.8度，它热量是集中在这一块啊，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，这也是体验上一个可以明显感知到的点。如果你买它有一点游戏的想法，那么我告诉你，这大概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王者荣耀最高60帧，原神在应用商店里面就直接没有办法下载。在游戏里面倒是可以开高画质、高帧率，不过这个效果持久不了，它就不是主打这一块的，希望大家可以清楚。按我们的话来讲，它是一台学霸机没错，上面我们看到了它的屏幕显示效果，主摄我也简单拍摄2张照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就真的是一个扫码水平。要是你坐后排，估计拍清黑板都有点困难。录像方面是只有1080p 30帧，你听下来觉得华为 MatePad 11.5S 灵动版怎么样呢？如果它恰好满足了你的需求，现在就来拼多多鼓浪入手，百亿补贴仅需1989元。拼多多首页搜索88400，点击图片或者点击评论区链接即可直达优惠。现在拼多多百亿补贴618已经开始，没有套路，直接降价。
同时还有下单返券活动，每天至高能返500元券包。我挑了几款值得入手的数码产品，持续热卖的小米14只需要3446元，拼多多补贴了553元，买到就是赚到，而且早买早享受。小米14不会让你失望，还有红米 K70 Pro 中档旗舰，摄影素质、性能水准双保障，百亿补贴只要2684元，比官网便宜了315元。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入手1-2个小米手环送给家人朋友。华为 Mate 60 Pro 加也便宜了1621元，仅需7378元。除此之外 ，iPhone 15系列大跳水，原价7999的 iPhone 15 Pro 补贴之后只需要5796元，这个谷底价格真的买到就是赚到，而且拼多多百亿补贴，所有商品假一赔10，都有品质险保障。最近买东西先来拼多多比比价，同样的商品说不定能便宜几百甚至几千，力度大又放心。上面都看完了，不妨来看看下面的核心竞争力。华为的生态，这点不仅仅是指的和手机的联动，还有软件、笔、鸿蒙系统等等，这才是大家购买它的最大理由。首先是和手机的联动，之前我不是买了 Mate 60 Pro， 这回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很 nice 的生态体验了呢？什么分布式应用，什么硬件级调用，但是我很遗憾的告诉你，大概率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我到手当天就带回去给我老婆炫耀了，然后她问我能不能在平板上面看手机上的优酷，我说那肯定的呀。然后我在那边一通寻找，后面还请教群里的粉丝，结果就是不行。11.5S 灵动版它并没有应用流转，它只有调用 Mate 60 Pro 手机数据的功能，就是用手机的网络、电话、短信。虽然没有应用流转，但和手机的这个协同也是蛮牛逼的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你们就懂了啊。在这个超级终端这里，我们是可以看到咱们这个 MatePad 11.5的 S 灵动款，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些操作。第一个是多屏协同，在平板上面操作手机，然后共享网络、电话、短信，这个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但是它是没有应用的一个协同啊，它是没有应用协同的。它可以做到的是多屏协同，就是镜像过去嘛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，这样一个多屏协同。然后音视频的一个切换是在本机还是在这个平板上面，我们断开连接，那它是这样一个情况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就是，它这边是可以有一个超级终端，是可以用 Mate 60 Pro 的网络、电话、短信这些东西。就比如说这个是 OK 的，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打电话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在手机上面，它只会显示一个这个东西。我接了的话，它是在平板上面，然后在手机上面它是完全不会有其他的一个操作的。我们手机上面也可以玩其他的东西啊，但是声音没办法放啊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然后跨设背景切板也是有的，通信共享就是刚才那个。服务流转，看视频、听音乐，点击一键协同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音乐软件啊，放个音乐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协同过来啊。音乐并不能直接过来呀，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功能啊。它有一个隐藏功能，我们就算连接了 WiFi， 你也可以开启网络加速，就是调用手机的网络给你的网络加速，就挺好的。天生绘画应该很多人都种草了，不过这个出厂并没有自带，需要我们自己去下载，而且据我已知的消息是有部分阉割。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软件的效果，这个大家可以来说一下你们知道的一些消息来做一下参考。就比如说最大的 P3 色域，我们是可以创建2800×1048的一个像素，然后是60个图层，然后正方形的话是75个图层，1080P 的话是159个图层，9:16的话也是159个图层。然后我们自定义画布的话，我是发现它并不能非常那个的自定义，比如说我们写一个4000，它是定不了了。你看它这里是红的，你看它是会到3000，这里我们写个4000，它也是定不了的。它是3000乘2000，然后它是有51个图层，它是这样子。然后颜色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P3 还是 sRGB。sRGB 的话，它这个图层数没有变化。然后我们创建确定。个人感觉是和苹果的那个软件是比较相像的啊。然后它这个笔尖的一个触感，
它是有一点点偏软的这个触感，所以你滑上去并不会跟你想的那样普通塑料滑过去那种感觉，它是会有一点点摩擦感的。如果你需要绘画什么的，你可以上一个类纸膜，对于绘画来说它肯定是有所帮助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笔刷的数量，然后笔刷库的话是在这一块，画画的人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，收藏、勾线、绘画笔、手信、线条、正管笔这些，素描、HB、2B、6B、美术铅笔、烫条、素描线、平涂、水彩、油画、水墨、纹理、颗粒、材质、特殊笔刷、艺术风格，然后这边还是可以自己去自定义一下。然后在这块它可以加，也可以导入笔刷或者笔刷库的文件。说到这个，我们来看看3代新产品的延迟，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基本上就不会有明显的感知。这个是 iPad Pro 2017加1代的苹果笔，我们简单把它们放到一起，然后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自己看一看这个差别。而且笔的功能也还蛮不错的，在辅助功能里面可以切换笔双击的一个功能，这个功能可以在天生绘画 APP 里面应用。笔尖轻触，我现在设置的是打开这个颜色，在其他的绘画 APP 里面需要在绘画软件里面设置笔双击的功能，得在绘画设置里面，然后手势双击快捷键可以在这里，也可以显示颜色面板，这个就是要在软件里面去设置。那就是它并不是那么快。然后在屏幕的右上角可以在任何的界面呼出一键摘录、全局批注这个功能。笔记软件这次也是重点，但也有蛮多你需要提前知道的内容。华为的笔记是真的非常的丰富。目前的状态拿小米的来对比的话，小米笔记就是停留在很早之前的小学草稿纸，而它至少是已经上高中了，可以插入非常多的东西，也有很多不错的功能，比如插入 PDF、图片等，我觉得都非常不错。小米应该进步了啊，不然这个软件体验是真的赶不上了。当然，华为的笔记也有一些槽点，但仅限于这款平板来说，笔记缩小需要放手之后才能看到，并不是实时的。然后发布会上说的这个笔记调整的功能，手写笔记的调整并不是根据我们的字迹来调整的，我测下来实际是识别我们的字，然后替换成了别的字体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它和我们自己的字，它并没有关联。它这里是有一个目标字体调整，我们是调整到了俊逸行楷这个字体。不得不说，看起来是很爽，但总有点奇怪。WPS 也是有的，体验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是否能够接受。功能上都是非常足的啊，当然操作上肯定是会比电脑上会卡一些的，但是功能上都是 OK 的，就是一个电脑版本的。插入、页面、公式、数据、省略、视图、特色功能，这些都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啊。所以目前的话，它也是有了这个登录。刚才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之前的一些真实的文件。后面就是一些系统的使用体验了，一些系统特性我就不说了。不过我发现录屏似乎只能30帧，而且开启录屏之后，屏幕刷新率也会跟着降，这点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比较难受的。鸿蒙的一些特色功能，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，比如智慧视频一键打码，挺好用的，就是不适配横屏。如果你在使用平板的时候不小心它出现了一条线的这种蓝色的烟花，恭喜你，你就发现了它的隐藏用法了。我们直接使用指关节，然后随便找个地方画个圈，或者把它闭合住，它就是一个截图的区域截图，遥遥领先。但这个触发，对，有的时候它这个触发就不是特别好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功能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就会有这种问题。我在设置平板壁纸的时候，发现了华为的壁纸也要会员。充电方面，实测 Mate 60 Pro 的88瓦的充电器是可以激活平板的66瓦快充，但是如果使用我们小米的快充，3个小时都充不满这个电啊。小米的充电器就算它从11点、12点开始吧，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
现在45，差不多3个小时了。大家可以死心了，至少你需要快充的话，还是要自己买一个。这点只能说这个22瓦的充电器看着现在是有点扎眼啊。从我这段时间的体验来说，它给我的感觉还是惊喜更大的。毕竟它就有这个性能嘛，华为是真的有点把自行车优化成电瓶车的意思，但确实是蛮厉害的。但我依然只推荐喜欢记笔记且需要用到绘画软件的用户去购买它。其讲真，这个你多少得再加点预算，把灵动版给换成柔光。日常使用里面，虽然挺多时候都还是流畅的，但你肯定会遇到卡顿和掉帧。为了这个体验可以更好一些，我想你喜欢它的这些特性的话，可以换成柔光。虽然它屏幕没有它那么好嘛，这不好多人都在哭啊，说要退货嘛，性能还是得再强那么一点点才可以。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华为 Mate Pad 11.5S 灵动版，以我个人的角度说了一些我的小看法和小感受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，也记得多多支持。最后不要忘记了拼多多搜索88400享受100亿补贴折扣福利。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